各位老少爷们儿，大家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又是我。咱们今天接着聊北京这点事儿。今儿啊，咱们来的这个地儿啊，在几百年前是一个叫做北京城，也就是紫禁城最高点的一个地儿。你看上面也写着一个紫禁之巅，不过这画的挺寒碜的啊。这个咱就别看下面这幅画了，而且下面写的这些什么老北京的这些风情什么的呀，年代感混杂，要不然画的一出就是民国时期，要不然画的就是恨不得晚清时期的。这玩意儿，大家一看了一乐呵吧，反正也不是什么正经东西。咱啊，今天注意力也不在这儿，主要今儿呢来这儿看看当年那颗醉怀，然后讲讲咱明朝啊那些最后一任皇帝那点事儿啊。咱接着往前走。各位，咱们现在看的就是我们景山公园一处最近著名的景点，就是我们所谓明思宗殉国处。如果大家对明朝历史稍微有了解的话，就会知道我们的明思宗是我们明朝最后一位皇帝，也就是我们汉人最后一任皇帝。他的年号是崇祯。当时我们北京人或者其他在演义小说里说的，崇祯殉国吊死那棵歪脖子树，其实就在这个位置。这棵其实就是所谓的当时明思宗，也就是我们的崇祯皇帝吊死的那棵树。但是这棵并不是原本的那棵树了。当时1966年到1976年这个特殊的时间段呢，景山公园是改名叫做红卫兵公园。当时红卫兵我们的革命小将呢，来到这公园搞串联，然后每个人都对这棵树特别有兴趣，所以每个人在回家的时候都抓了一块我们这棵原来那棵树的那个树皮，结果原本的那棵明思宗殉国处的那块那棵槐树呢，就这么枯死了。这棵应该是1981年的时候，从我们的景山公园南路的那个位置又迁移过来的另外一棵，不是当时的那棵。你想想，我们明朝之中都有哪几位皇帝？比如说我们的武宗，武宗也就是我们的正德皇帝。那正德皇帝什么事儿都不爱干，就爱出去调戏良家妇女去。然后万历皇帝，一个300多斤大胖子守财奴，天天的什么事儿都不爱干，就搁家里数钱，一辈子出过一次皇宫，就是看自己的13陵去。再往下捋，再往下，天启皇帝，也就是咱们所说的那个朱由校。朱由校就是所谓的我们的木匠皇帝啊，天天什么都不干，在家在家做木工活。要不然就是斗蟋蟀的，要不然嘉靖炼丹的，要不然就是像这个崇祯，一共在位17年，已经算比较有作为了，啊，不容易。但是国运至此，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哎，只能是最后这自缢于眉山了，就挺遗憾的。我们北京人，你要说按咱们特别老的那种规矩，其实不太爱来这个地儿。第一呢，是咱们这个景山公园以前叫眉山，在明朝的时候嘛，然后咱们一山都是什么眉山自缢什么的，说的就是我们的崇祯皇帝。这个眉啊，就是通我们那倒霉的霉，所以就是大家也觉得，哎，是吧？是，一通这个烧火的那个煤吗？是刚开始我们是煤渣子那个山，但是老百姓以讹传讹，后来就通倒霉的那个煤，就是觉得哎，一来这儿，而且这思宗殉国至此，就是觉得这点阴气太重，晦气，哎，晦气，所以大人不爱来这儿，更不爱带孩子来这儿，啊，大概是其实老北京有这么个，在民国时期吧，可能有这么个讲究，嗨，当时人迷信嘛，咱现在也就不吝这个了。这跟那有什么关系？是，不过您要是说对这个历史了解的话，其实崇祯皇帝当时死的是挺惨的。毕竟啊，死的时候他是什么身无旁骛，什么也没有。谁给他拴的绳子呀？他自己拿的裤腰带。而且他一个人跑过来的。身边有一个贴身的一个贴身太监，叫王承恩。哟，有名有姓的。哎，王承恩，当时那个思宗皇帝啊，就是换了一身蓝色的长袍，然后蓝色的长袍。
没穿的那个皇帝的那个龙袍，换了一身蓝色的长袍。哦，长袍。对，长袍，然后把自己那个皇冠啊摘下来了。哦。摘下来以后呢，像我这头发是大概这么长，一个人也不认识。或者比我这头发还长点。发服齐面。哦。把这头发翻过来，然后拿裤腰带上吊死的。而且当时他写了一句写照，在衣带诏里面咬破手指头写的，也没笔。就是说贼可猎朕师，但不可伤我国民。也就是说，你们李自成啊，哪怕给我碎尸万段了也好，但是别动我的子民。这个按咱们现在说的话，其实还有点英雄气，是吧？当时我们明朝说的朱棣天子守国门，这个我们这个崇祯皇帝朱由检，也就是君王死社稷了。死的时候啊，左脚穿了一个红色的一个布鞋，右脚没穿鞋。死的时候挺惨的。对，小时候好像就光着脚嘛。对。然后王承恩在看我们的那个朱由检自尽了之后呢，跪着在旁边，然后面对其，然后也是跪着吊死了，缢死了。他也死了。也死了。等于身边就这么一个跟他一块走的。王承恩这么一位。自打我们的崇祯皇帝在那上吊死了之后呢，李自成也就是我们的闯王进城，但是他这个江山啊没做多长时间，我们的直接顺治入关。顺治入关之后呢，找到了这棵当时我们的歪脖槐树，为了显示自己的一个仁政，而且显示自己的这个我们的怎么说呢？这个我们的这个江山一统的这个延续性。把这棵槐树啊定名为醉槐，罪人的罪，醉槐。然后还给这个槐树啊加了一个大概有碗口粗这么一大铁链子，愣是给这棵槐树啊锁了300多年。1900年庚子国难的时候啊，这一个铁链子笼带着我们的这个什么其他杂七杂八的那些金银财宝啊，还有一些名人字画啊，景山里原来供奉的。直接都被我们的八国联军呢给掳走了。就是说，所谓的当时的八国联军呢，连这么一个醉槐的铁链子都不放过，可见也是饥渴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挺土鳖的。景山公园啊，拢共没多大，这边啊就是奔着上面上山路口万寿亭那么走了。咱啊就往上溜达溜达，看看当年皇帝和妃子一览群貌的这么一个地儿到底什么样。走。景山公园啊，从刚开始兴建，从辽代到现在，应该也是1000多年的历史了。从刚开始的是一个堆土而建的一个小山，到后来的青山，再到后来我们明代管它叫眉山，再往之后呢，我们的顺治把它改为我们的景山。中间这发生了很多事儿，而且他也亲眼见证了一个王朝的一个衰落和毁灭。我们小时候景山啊，其实到万寿亭来啊，也就是都能看看自己家附近的标志性建筑。比如说我们家在西边，那个时候就来这万寿亭上面找我们家那边中央电视塔的老台，然后就能知道我们家大概在它的哪个方位。但是现在呢，全都淹没在一片高楼大厦里了。时过境迁，岁月荏苒，白驹过隙一般。站在这个所谓的曾经北京最高的一个制高点上呢，还真有点沧海桑田的感觉。如果你要是有时间来北京逛完故宫，时间还早，推荐您出了神武门啊，顺便到这儿来遛个弯儿，相信啊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哪怕是在这个万春亭上看看我们整个故宫的一个全貌，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
回见了，老少爷们。